傳奇球王嘅足球人生。我八字可以睇到佢嘅優點同埋缺點，佢踢波種風格同埋佢擅長啲乜嘢都得嘅。呢兩位絕代嘅球星，究竟八字上面有冇啲咩特別嘅玄機啊？阿美斯咧，而家行緊癸卯大運，之後行呢個壬寅大運，仲有得好落去啊？可以啊，行緊運佢。究竟今屆世界盃入邊兩位球王嘅表現又會係點樣嘅？我相信 C 朗喺今次世界盃咧表現啊、發揮啊，佢都會好出眾嘅。但係美斯佢能唔能夠衛冕呢個世界盃冠軍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振鴻師傅嘅 channel。睇下今日呢個佈置似唔似世界盃嘅現場直播中心啊？我哋梗係啦，我哋而家進入咗呢個世界盃嘅時間啦。冇錯，師傅平時有睇開波㗎？有。你中意邊隊啊？我中意德國隊。德國隊啊，空中嘅霸王啊！係啊，我都係中意巴西嘅，我由細到大都係。有啲巴西足球啊，冇錯冇錯，好好睇啊！佢哋切出咁轉，好似跳緊森巴舞咁樣。跳舞多過踢波嘛。冇錯，係啊。好，做少少科普先啊！趁呢一張台，我覺得好 official 啊！今屆世界盃咧，其實係歷史以嚟最盛大嘅一屆。知唔知點解咧？因為咧有3個國家聯合主辦，分別係由美國、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。而參賽隊伍啊，由32隊擴充到今屆嘅48隊，賽事更加係由64場暴衝到104場。有排睇啊！有排睇啊！各位球迷啊，你哋諗好熄 lift 嘅理由啦。哦，量力而為，量力而為，盡量睇啦。係啦，師傅啊，咁你有冇特別中意邊一位球星？安巴比啊，巴比識貨喎。係啊，我自己咧就中意美斯嘅。哦，點解啊？因為你唔覺得佢好有藝術感咁樣喺球場上面嘅穿插？哦，都係嘅，好流暢啊嘛。係啊係啊係啊！但講到美斯，不得不提另外一個球場上面嘅絕代雙驕 C 朗。佢又係另一種風格，我又係覺得非常之特別嘅。我哋今日可唔可以用術數方面去睇下呢兩位絕代嘅球星？究竟八字上面有冇啲咩特別嘅玄機咧？梗係絕對可以啦！我八字可以睇到佢嘅優點同埋佢個缺點，甚至乎睇到佢咧，佢踢波種風格同埋佢擅長啲乜嘢都得嘅。喺八字上面已經有玄機可以。可以。哇！咁事不宜遲啦，不如我哋就由美斯開始。好啊。好，咁我就不如先講講美斯嘅童年先，因為其實我上網睇過啲資料咧，發覺佢童年都相當之坎坷同唔簡單。我夠坎坷咯。你應該冇佢咁坎坷。美斯咧，佢就出生喺阿根廷一個好普通嘅家庭嘅啫。咁啊，細細個就成日踢波啦，但係好唔好彩地，11歲佢確診咗 GHD 侏儒症。哦，即係身體上面某一種營養或者激素缺乏，令到佢不能夠長高。哦，咁你諗下一個想做球星嘅小朋友，即係可能都冇諗過自己可以踢波。醫生直頭判斷佢係不能夠再踢波。細細個判斷佢不能夠踢波，而家直頭球星嚟嘅喎，球王嚟嘅喎。冇錯啊，所以係真係好唔簡單。哦，同埋佢嗰陣時咧，細細個因為呢個病症需要嗰個醫藥費好巨大，佢全家都為佢去籌好多錢，最尾係籌到嘅，但係咧佢就要用咗3年嘅時間，每一晚打啲激素落去自己嘅身體。令到佢個長高過程其實係非常之辛苦。哦，係嘅，真係真係。去到10零歲就已經要離鄉別井，一個人好孤獨咁樣去佢嘅足球生涯進發，繼續去追夢。咁師傅啊，八字上面咧會唔會有啲玄機睇到佢經歷咗咁容易嘅童年？首先我講講美斯嘅出生資料先啦。佢1987年6月24號嘅。咁啊睇翻佢嘅3柱，即係年柱、月柱、日柱咁啦。佢年柱係丁卯，月柱係丙午，日柱係甲辰，即係木命人啦。咁但係喺呢3柱裏邊咧，我睇唔到有水。木命人木要生命資源就係水，水就係嗰個貴人力同埋健康同埋文昌。咁啊頭先你講到佢就童年就冇讀書啦，即係文昌就冇啦。咁冇文昌嘅情況之下咧，即係讀書係比較難啲嘅。咁啊再加上咧木命人冇水嘅情況咧，我見到年柱同埋月柱咧有3個火，木去生火咧，令到個木咧係會削弱咗。而佢冇水嘅情況之下咧，佢係農曆5月出世啊，嗰個火會更加之猛，咁啊水咧更加難生存，令到佢個木咧難生長咯。年柱、月柱、日柱係咁，因為個個都會有呢個侏儒症咧，又不能夠咁講。
傾向性有呢個問題先，但佢係比較嚴重性啲咯，即係可能有啲會比較上讀書差啲，咁啊可能有啲比較生長個身體個健康比較差啲，啊病痛比較多啲，啊只不過美斯呢個八字佢冇水嘅情況之下比較嚴重啲，而睇見佢第一個大運6歲至16歲呢個大運裏邊咧行月字，咁啊又係冇水咯喎，又係木火咯喎，不斷咁泄耗佢個木啊，所以變得咧佢嗰個健康生長比較上係一般人差啲咁解咯。原來八字真係可以睇到咁多嘢，梗係啦！你繼續問下我睇到啲乜嘢？不如我哋又睇埋 C 朗嘅童年好唔好啊？哇！C 朗嘅童年其實都係相當之唔簡單，呢兩個絕代雙驕，即係唔坎坷啦，都坎坷㗎，坎坷啊！點解坎坷咧 ？C 朗佢係出生喺一個極度之貧困嘅家庭，屋企因為冇錢嘅原因，媽媽曾經一度想終止懷孕，因為太窮。好彩冇事啫喎！如果唔係，你今日就見唔到咁多精彩嘅球技。係，呢個講真嘅。同埋佢爸爸係一個退伍老兵，亦都有呢個創傷後遺症，長年酗酒，所以其實佢嘅家庭環境咧係非常之麻麻。亦都曾經窮到一個地步，係要去麥當當入邊乞討人哋食剩嘅漢堡包。但係可能就係因為一個咁艱苦嘅環境，鍛鍊到佢咁有自律性啦，咁有堅毅嘅性格，睇唔睇到㗎？喺八字入邊。頭先你講到咧，睇佢個童年咧，家境好貧困同埋好艱苦。我睇見佢八字咧，佢係出生1985年2月5號，喺佢個三柱裏邊咧，年柱係月丑，月柱係戊寅，日柱係月亥，咁啊就係單睇佢年月兩柱咧，已經有種互克嘅情況。年柱月丑，即係天干嘅木克翻地支嘅丑土，而喺個月柱係戊寅啊嘛，地支嘅木克翻天干土，佢不特止係下低克上高，上高克下低，左右兩邊都互克，家境係要出咗問題。好啦，出咗啲咩問題咧？C 朗佢係木命人，佢年月兩柱全部都係劫財、正財、偏財、比肩，即係財遇劫財咁解，即係比肩、劫財、克正財同偏財，即使就係比較破財咯。所以變咗家境童年，因為童年代表係年月兩柱啊嘛，所以童年係家境貧困同埋好窮嘅情況。月柱可唔可以代表係同爸爸媽媽嘅關係？可以啊，亦都係可以代表嗰個疏離嘅情況。所以基本上係互克嘅，因為係啱啱睇翻資料就係、是、佢甚至有一個兄長係吸毒嘅添。咁因為成年月兩柱咁互克嘅情況之下咧，咁啊兄弟姊妹嘅條件咧都唔會好得喺邊。上天就特登安排咗個咁困苦嘅局，去俾佢破繭而出。個困局難嘅咧，就真係有個好強嘅意志同埋一個好堅定嘅毅力先上到嚟嘅。咁啊，因為小灣佢係木命人啦，日元係月木啦，佢個月支係人木啦，咁啊所以係劫財甲，咁啊所以變到係個木咧係嗰種係堅毅不屈同埋上進心啊。所以變得佢冇放棄到。咁我又撩楞少少，挑一挑機，可唔可以由八字睇到佢哋嘅踢波風格？梗係可以啦，八字睇到個性同埋個處事方法嘛，亦都睇到佢嗰個踢波個風格。不如咁，我由美斯開始好唔好啊？冇問題啊，因為我中意美斯啊嘛。美斯喺我心目中嚟講咧，佢就好似一個球場上面嘅藝術。佢每一次咧踢波過人嘅時候，渾然天成啊！個波好似黐住佢隻腳，唔知點樣轉下轉下就可以過到一個人。喺我嘅心目中簡直 amazing 去形容啊！最勁嘅位係咩咧？我會覺得佢創造力好高。美斯我先講八字嘅命格，佢係屬於雙官格。雙官格代表一種創新才華同埋係好喜歡表現自己嗰種人嘅。因為雙官係一種係野馬，野馬代表喂我中意想點就點，所以變咗雙官格嘅人嗰個發揮同埋改變靈活性咧係高好多。而加上美斯係甲木人，木生火，佢個五火咧，佢好識得諗辦法，將一啲技術同埋技巧咧，經過自己演變進化，令到踢波技巧同埋嗰種技術咧係難以學習嘅。因為雙官格係可以將佢個破舊立新，即使佢將舊有嘅嘢咧改變咗，成為佢自己一套。我會形容係複製唔到啊！佢嗰套嘢，即係以前可能嗰個啲人冇咁踢法，咦？但係如果美斯可以踢到咧，嗰種情況。係啊，點解佢做到㗎？係啊。但係佢呢個係真係如外間所稱，呢啲叫天賦型選手嘛。係啊，
不如我哋講下 C 朗嘅。好啊，考翻你轉頭啊，師傅。冇問題。不如你嘗試由呢個八字推斷佢嘅踢波風格嚟聽。好啊，阿 C 朗咧，佢係劫財格，佢係木命人，佢月木日元。劫財格即係地支係人啦，即係老虎喎。佢個劫財格嗰個人咧，老虎即係點啊？哇，下就想仲好快添喎！即使 C 朗佢踢波個風格咧，一睇啱咗，佢對眼啊，尤其是對眼啊，好似老虎咁啊！一望啱個位咧，好似對老虎一撲出去。好快，即使佢嗰種技巧係好快突襲同埋進攻，令到對方有種束手無策嘅情況。你話唔係咁啊？絕對係咁啊，師傅。C 朗最叻嘅位就係忽然之間，砰一聲去突破咗個走位啊嘛，走位。劫財格就係好識得走位。OK，所以佢就係有呢個好敏鋭嘅觀察力。老虎知道邊一點就係啦，撲出去。你令我聯想起佢喺舊年嘅歐洲國家杯有一場波係葡萄牙，好似係對波蘭嘅。佢亦都係類似咁樣，忽然之間嘣突破咗個越位，一個倒掛金鈎。所以咪就係呢啲咯，識得走位。好似老虎一撲出去嘅時候咧，佢好識得揾機會，即係老虎咧就揾機會啊嘛，又好快咁突襲嗰種情況咧，再加埋啲咩倒掛金鈎咧，好力量型咯。師傅又考下你，我見到資料咧，2022年美斯佢攞咗佢嘅大力神杯，八字上面會唔會一早已經有啟示嘅？可以啊，嗱，2022年咧嗰年係壬寅年，佢屬兔嘅。2022年佢仲係35歲，即係佢仲係行緊26歲至35歲個癸卯大運。而喺呢個運裏邊咧，個壬寅咧個壬咧係水，即係身佢嘅資源啦，佢冇命啊嘛，所以係印星。而個寅咧，個壬寅年個2022年個寅咧係佢個日元個木咧係叫做建木，是會有啲財運啦，同埋個運勢都會特別好嘅。即係佢2022年咧又有印星，又有係得六呢年咧係會容易成名啊！哦，即係每逢水嘅運就會有機會滋養到佢嘅運程。對佢係木命人，佢又冇水情況啫。一定係有幫助。阿美斯咧，而家行緊呢個癸卯大運，之後行36歲至45歲呢個壬寅大運，即係仲有得好落去啊！可以啊，行緊運去。咦，咁今屆世界盃嗱唔好走開住啊！我轉頭會繼續問師傅，究竟今屆世界盃入邊兩位球王嘅表現又會係點樣嘅？師傅，美斯喺2022年已經攞咗佢嘅世界盃冠軍。我相信好多球迷都好關心嘅嘢就係我哋嘅 C 朗，究竟今年有冇可能攞到佢嘅世界盃冠軍呢？ C 朗都好多 fans 喎，好多 fans，因為佢哋今年其實都係第6屆參與世界盃啦，亦都幾有翻咁上下啦。睇翻資料，C 朗而家都41㗎咯喎。運動員嚟講，其實真係係啊。所以有冇可能圓到佢呢個夢呢？明白嘅，我睇下 C 朗而家佢係行緊40至49呢個大運，而喺呢個大運咧，佢係正有個七殺。本身佢啲命咧冇七殺嘅，咁都係嗰個機會嘅。七殺咧代表住行動啊、決斷。但而正佢今年2026年咧行緊丙午年咧，係佢嘅傷官同埋食神，有種木火通病性質嘅。我相信 C 朗喺今次世界盃咧，佢都會好出眾嘅，好出眾，即係表現啊、發揮啊，帶領葡萄牙咧都會有一個好好嘅表現。但係都未能夠去到攞冠軍嘅性質，因為嗰個係咪就關乎國家嘅運程啦？已經我而家喺阿 C 朗個八字睇，係咪去到咁高嘅名譽咧？未去到，始終咧，因為上丙午年咧，對於佢嗰個乙木人嘅佢嗰種嗜好咧，都比較大，唔見得佢會令到佢嗰個名譽同埋身份地位咧咁大咁高咯。因為一來又唔係坐錄啦。二來又唔係有種合化嘅情況啦，只能夠係見到佢喺今屆嘅世界盃裏邊咧，會表現得好出眾，光芒同埋發揮咧，令到好多人注目嘅程度，即係繼續大放異彩喺個球場上面。哦，咁都幾好啊！如最後一屆世界盃留翻一啲美好嘅片段俾大家。師傅，另一個好關心嘅問題就係美斯佢能唔能夠衛冕呢個世界盃冠軍咧？帶領阿根廷。我睇翻美斯嘅八字咧，佢木命人，佢火特別多噶嘛。佢本身原局已經係3粒火，但係啱啱正咧，佢今年2026年咧係丙午年，係火多。佢木命人係好多火，火係會令到佢木咧會種泄耗。我估計佢咧喺今屆踢世界盃咧有種好辛苦同埋有種好吃力嘅情況。佢喺踢世界盃呢段時間咧，6月份咧個農曆咧係隔5月，佢有種心態上好想搏
搏命去試下去做同埋去踢嘅情況，同埋發揮唔到佢嗰種才華、最好嘅狀態同埋技術唔舒暢啊！不過唔緊要嘅，師傅，我覺得，因為美斯佢已經經歷咗好多好美好嘅時刻，同埋佢嘅童年咁不幸，佢都可以打破重重嘅難關，嚟到今時今日球王嘅地位。最緊要係咩啊？球迷中意睇到精彩嘅賽事。非常之多謝師傅，你今日用八字同我哋分析兩位傳奇球王嘅足球人生。下一集我哋繼續分析當今足壇新嘅絕代雙驕。希望大家繼續 follow 同埋關注住我哋呢個 channel 啦。如果觀眾係想知道自己嘅八字有咩優點之處，就係點樣去加以發揮，可唔可以成為球星的話呢，就可以點做啊？阿佬，梗係要透過 WhatsApp 聯絡助理諮詢師傅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期再見咯。OK，拜拜。拜拜。